大家好，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我是你们的老罗叔叔。罗叔今天要带来一份超级实用的福利，5分钟搞定 SAP CF VPN。那我们这里首先介绍一下 SAP BTP。BTP 其实它的英文意思就是商业技术平台。那么 CF 它的全称是 Cloud Foundry， 这个 Cloud Foundry 是构建在 BTP 上面的。其实我们简而言之就是 SAP 云，它下面有 CF。CF 是干什么的呢？ CF 其实就是负责构建部署 HTTPS 路由伸缩日志和服务绑定的，也就是几分钟能把一个网络的应用对外发布。那么 CF 在 BTP 里扮演什么角色？它在应用运行的时候呢，它支持多种的语言。在服务编排的时候呢，它能通过在这个服务市场里边绑定一定的数据库、身份认证、日志消息。它具有可观测性，支持标准的输出日志，它可以配合这个 application 的日志和告警做集中化的管理。那我们这一期介绍这个 VPN 它有什么优势，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不瞒大家说，罗叔使用 SAP CF 已经有超过5年的时间了。因为现在市场上大家好像对 VPN 的解决方案已经干涸了，不断的在炒冷饭，所以罗叔就把 SAP CF 的这个解决方案公之于众，和大家分享。那么它具有的优势在哪？首先，它是免费的 VPN 解决方案，保护网上冲浪的个人隐私，主要是解决保护大家隐私问题的。然后呢，它完全替代并解决了大家众所周知的 Cloudflare Workers Pages 方式的 IP 无法固定的问题。Cloudflare Workers Pages 的 IP 最多是在一个国家内，但是它的 IP 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使用 SAP CF 它的 IP 地址是固定的。第三个呢，它对奈飞的用户十分友好，支持华语较多的新加坡奈飞以及片源最多的美国奈飞。那的意思就是它支持2个国家的 IP 地址。第四个呢，人人可以拥有，小白也能搭建的 VPN， 自我搭建，安全可控。罗叔的视频基本上是针对小白来进行说明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看了罗叔的视频就会搭建。好，第5个，可以弹性扩缩移植复用，可靠性很高。因为 SAP 和甲骨文一样都是 ERP 的大厂，所以它的可靠性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好，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罗叔的频道。我的频道呢，专注于分享数字时代的免费资源和数字技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带领你畅游数字生活。有些朋友会说，罗叔，我刚发现你的频道，以前的视频是不是错过了？那么别担心，现在就点个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内容了。这里有一句 slogan， 数字技术就看罗叔，数字生活关注罗叔。好，那让我们开始吧，精彩在前方。简单几步设置 SAP CF VPN。那我们设置之前，我们每次都要介绍准备的材料是哪些。这一期比较简单，首先需要邮箱，创建 SAP BTP 使用账号，然后呢，再通过你的手机短信激活账号，这样就可以使用了。那么构建在
SAP BTP， 也就是 SAP 商务技术平台上的 Cloud Foundry， 它需要安装一个命令行程序，所以呢，你要在你的本地计算机安装此程序后，用来配置 SAP BTP Cloud Foundry， 就是 CF。 最后呢，你需要一个 V2RAN 客户端，当然你用 Caring 也是可以。我们利用这个客户端来使用我们的 VPN。 我们这期是使用 V2RAN 的 Windows 客户端来进行介绍，因为罗叔是苹果的忠实粉丝，但是呢，基于广大的用户用 Windows 比较多，所以罗叔这次特别搭建了一台 Windows Server 2025来为大家进行讲解。好，每次说过了准备材料，那么我们就要来对本次视频的介绍的顺序给大家逐一的展开一下。首先呢，第一步是申请 SAP BTP 的使用账号，那就使用邮箱和手机去申请激活 SAP BTP 的使用账号，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啊。第二步呢，选择国家区域。在 SAP BTP 里边，它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美国亚马逊 AWS 云，或者新加坡微软的 Azure 云，有两种选择，这是根据大家的喜好。第三步呢，是安装 Cloud Foundry 的 CLI， 那就是命令行。根据罗叔视频的介绍，我们来安装这个命令行程序，这是要通过从 GitHub 上面下载的，然后来进行安装的。第四步呢，安装和配置罗叔的 VPN 镜像。在自己 SAP BTP 账户里拉取罗叔做的 Doc VPN 镜像，这个是罗叔自己写的啊。然后呢，你只要自定义你的 UUID， 并获取节点链接即可，这就是很简单了啊，任何小白都可以亲手完成的。然后呢，我们获得了节点的链接呢，我们就到了第五步，测试 VPN， 通过 YouTube、ChatGPT 以及测速软件 Speedtest 进行测试。那么所有运行完之后，大家要注意啊，敲敲小黑板。第六步是注意事项及下期预告。关于 SAP CF VPN 使用中的注意事项，罗叔将会跟大家说一下。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有优点也有缺点，那我们就发扬它的优点来规避它的缺点。所以呢，我们的下期视频还会讲如何解决现实中我们遇到的问题。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操作演示的这个 session 啊。罗叔所有的视频呢，请大家认真看，仔细听，反复练，关键是勤动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好，第一步，申请 SAP BTP 试用账号。大家好，欢迎来到老罗叔叔的桌面。老罗叔叔专门搭建了一台 Windows 2025的主机给大家做这个演示。好，先我们打开 SAP BTP 的注册页面，在试用这里输入你的邮箱地址，罗叔还是以安扣罗2030@outlook.com 来进行注册啊。好，点 Next 下一步。好，这里就是姓名啊 ，first name last name， 国家，罗叔这边选了美国啊。公司 SAP Labs， 这大家随便选吧，这几个都是可以随便选的。
好，勾选，点 Submit 提交。好，它让你检查一下你的邮件啊，应该是有邮件了。我们打开邮箱啊，看到了啊，点一下激活。好，激活账户，这里输入你要的密码，然后点击继续啊。好，等待弹出窗口，在这里点击，这是试用啊，试用都是免费的。好，罗叔在这里输入罗叔的美国手机号码，然后把收到的验证代码填进去，点继续就可以了。好，正在加载中，你们也可以用中国的手机号码。第二步，选择国家区域。好，这里就出来了美国和新加坡的两个不同的主机啊。我们这里以新加坡来举例了，点创建账户。好，这是新加坡的 Azure， 同时邮箱你又能看到多加了2封邮件 SAP 的邮件进来了啊。我们在这里等待稍安勿躁，罗叔这边是8倍速快进啊，创建的主机会比较慢，新加坡的 Azure。 如果你在亚洲，你就选这个吧。好，点转到你的试用账户这个按钮。大家看右上角啊，90天试用，每30天你要登录一次啊，它就会激活。2025年11月13号被删除，但实际上是还存在的啊。好，点击这个新加坡的账号，我们就进来了啊。好，点击一下应用，现在是零应用啊。等一下，罗叔就会教大家来拉取罗叔的容器 doc 文件 VPN 的文件进来。我们看一下，整个的可用内存是4G 啊。不管你创建多少个应用，最多就是4G 内存。好，看一下，那这是罗叔的邮箱啊。对了，就是这个账号，我们已经注册好了。第3步，安装 Cloud Foundry CLI 命令行。好，我们这一步来开始下载 Cloud Foundry 的 CLI 的命令行。我们找到 Windows 64位啊，如果你是 macOS 就点上面的 macOS 64位，或者是 ARM 的 macOS 你自己选。好，点击下载，是一个 zip 包，我们打开桌面的 zip 包解压一下啊，需要解压一下。好，双击 CF8 Installer， 好，给它双击一下，默认啊，下一步，它会在 Program Files 的 Cloud Foundry 文件夹下的。好，我们看一下啊，对吧？好，手面安装好了啊。我们点 Terminal 啊，是管理员的这个 Terminal， 其实就是 PowerShell。看一下版本啊 ，CF 什么版本 ？CF2-version。好，有了啊，看到这个说明装好了。2025年的6月10号这一版 8.14.1。好，我们再进行用命令行来登录啊。cf login-a 输入后面的这些 api.cf.Asia Pacific 亚太区21 HANA ondemand.com 啊。好，输入邮箱安考罗，对吧？密码就是你刚才设置密码，输一下回车。好，认证有一个 OK 啊，那就认证成功了。我们看看 CF Apps 现在是没有应用程序的。好，我们现在看看现在当前的国家啊，韩国 Korea。第4步，安装和配置罗叔的
VPN dock 镜像。好，我们来拉取罗叔的 Mous 这个 dock 这个容器啊 ，MOUS， 这里呢起个名字叫梯子啊，大家以后就随便起名了，在这个位置起上你自己需要的名字，最好是不容易重复的啊。好，现在开始从罗叔的 Dock Hub 上面来拉取 Dock。好，我们现在同样在这个人机对话界面网页里边也同样能看到。好，这个 Instance 在开始 Start 了啊，在开始启动了。实例啊，这个实例好 ，Running 已经推送下来了。罗叔安排是512兆就够了。大家看一下梯子，其实在应用程序预览里边已经有了啊。它有路由，然后呢，它有使用内存和硬盘，是512兆，只用内存25.9兆啊。好，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就要来一个自己的 UUID， 对吧？不能一个 UUID 万人骑啊。但是如果你偷懒的话也是可以，罗叔这个 dock 里边已经是自动化生成一个 UUID， 但是你还是用自己的习惯的 UUID 比较好。好，罗叔挑了一个啊，7369结尾的啊。好，我们来设置自己的 UUID， cfset environment 环境啊，梯子啊，这就是我们的应用的名称，你们可以自定义自己的啊，最好不要重复 UUID。好，粘贴上刚才我们获取的 UUID 啊，是这个啊，7369结尾的啊。好，敲回车。好，敲好之后我们要给它固化一下啊，因为这是 dock 容器。敲入 cf restage 梯子这个应用程序名。好，回车。好了，这个 UUID 就永久的被固化在里边了，再怎么重启，怎么关机开机，都还是这个 UUID， 不会发生变化。好的，我们等待这个 instance 实例再重新启动起来，这是一个重启的过程。好，我们现在开始要拿到我们的节点的链接了啊。好，我们敲入这个命令行，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啊，是 logs 后面少一个 s， 所以它提醒你有没有打对，所以应该是 cf logs 应用程序名杠 recent， 这就是在拿日志啊。我们罗叔做好了一个二维码跟一个链接，节点的链接啊，大家各取所需，扫二维码也行，复制粘贴链接也行，手机、电脑、客户什么客户端都可以。第5步，测试 VPN。好，我们打开 V2RAN 的 Windows 版啊，打开。好，我们点服务器，点扫描二维码，最下面一个啊。好，扫进来了，别名是安考罗，地址就是梯子啊，后面那一串，那一串是默认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大致上就是这样。梯子是你可以修改的这个程序名啊 ，UUID 是我们刚才设置的啊，7369。好，我们来真连接测试一下啊，看有多远啊，需要多少毫秒？106，基本上在90到110之间吧，新加坡嘛，对吧？还有多远？好，我们测试一下，好，变成 SG 了啊，我们的 IP 地址变到新加坡了。好，我们再看一下 ChatGPT，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测速一下，这是大家最喜欢的环节啊。好，下载这个时候有100到150之间吧，160、170都有可能啊。好，130上传50多，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这是新加坡 Azure， 大家都看见了啊。此处应该有至少有这个点赞、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吧，给罗叔点个赞。好，
这是连接到新加坡啊，167兆上传58兆。好，看一下油管啊，打开 4K。好，还在缓冲。好，64000啊，已经有64000了，64000、59000，基本上在6万左右来回摇摆。那么说明这个新加坡的节点速度还是很快，65000啊，这个速度还是不俗的啊。第6步，注意事项及下期预告。在 SIPCF 使用中还是有许多注意事项的啊，特别是这一个，每天它会自动关机一次，在早上8点05分左右，然后呢我们需要手动来开启。当然在后续的视频我们有方法让它自动化开启，这样就不需要每天手动来做这个事情了，通过自动化就可以完成。否则你每天早上8点10分左右要登录网页，点击一下这个开启按钮，然后你的 VPN 才可以使用，这是因为你是试用账户，这个没有办法。再次就是这个速度啊，它有高峰期，在高峰期的时候呢，它的速度就会相当的缓慢啊，比如讲礼拜5的晚上它就会有所限速，但是在礼拜6的早上8、9点的时候它速度会非常快。那当然在罗叔后续的视频里边也会有解决的方法啊，这个大家放心，请敬请关注罗叔后续的视频啊，就这样，谢谢大家。